长期生活在高原会减瘦吗？其实工程生退后去四川成都、两广、江浙、北京、上海、莲湖或山东海滨、河南中原这些地方安抚尊荣，是很多咱们藏族朋友的向往。你们3个中原参加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周曼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走完大学4年，我也变成了一名社畜，开始为了生活而打拼。走遍中国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在每一座城市都有来自不同省份的朋友，西藏也是不例外的。卓曼之前说过，青藏高原虽然是世界屋脊，不过来到这里呢，有些适合的岗位、工资待遇都是在全国前列的。西藏的第13届运动会，它是这么时代流回家乡点赞。以目前的情况来说，西藏最适合哪些人前来呢？各位年轻的朋友，如果你对西藏心之向往，或者正在计划前来，为自己丰富的人生以及过好日子的生活做铺垫，希望把这条视频耐心看完，然后收藏，相信对你有所帮助。西藏正如它的名字所言，祖国西部的宝藏。自然环境方面，这里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，虎豹狼羊，应有尽有，水资源、地热资源、太阳能资源都是全国之最。还有方面是西藏最大的江流，在全国呢，仅次于长江。林芝的尼昂河、热喀则的年楚河，还有拉萨的拉萨河，都是它的支流。西藏之所以野生动物丰富，主要是因为它地广人稀，而人力资源就是咱们家乡西藏最紧缺的大宝贝。长期生活在西藏会减少寿命吗？海拔2900多米，这里已经是整个西藏环境最好的地方之一了。从北上广的平原到达林芝，看到四周的高山，明显感受到海拔提升。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，在这里不能做剧烈运动，爬几层楼梯都觉得累。不过仔细观察后会发现，林芝的高山都是树木，造就了西藏的天然氧吧。这里是西藏江南整体海拔最低的地方，市中心2000多，个别县城1000米左右。如果您来西藏工作，首先以西藏江南林芝为例，带大家简单看看这里的生活如何。后面呢是我们林芝的一个生活的小区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是不是特别的漂亮？这个呢是小区，基本上都是电梯公寓。大家看到没有？我后面猫屎咖啡。下了班之后呢，在这喝咖啡，然后旁边呢就是林芝市的唯一的夜市，晚上还可以这里吃点烧烤，喝点啤酒，还是挺可以的。这是什么呀？大家看我后面的肯德基，这边每天的生意也是非常的好。这边呢有2家电影院，上映了什么电影都能在这里看。这里是西藏林芝的商业中心，本地人的衣食住行都在这里。这一片算是比较热闹的地方。你看的美食多吗？这是有火锅、烤肉、烧烤这种，但是也不算多。这有一门好手艺的人也适合到西藏来，把好吃的铺开。在西藏，除了吃喝，业余的休闲方式就是景点、林卡、广场舞或者网咖唱歌。说实话呢，选择比较单一，县城更加反胃。如果您对这些休闲都没兴趣，喜欢宅家，那么就能节省一大笔开销。住的方面呢，只有小区或者单间。西藏江南海拔低，大部分朋友都能适应。西藏的工作90%包吃或住。吃的方面，藏族人从不吝啬。如果有一门好的厨艺，特别愿意花销，真材实料，来西藏都不会太差。大家看我后面呢是林芝市人民医院。其实西藏呢需要更多的医护人员前来。这边呢是西藏林芝的学校，更多的教师适合来西藏。
西藏的工作分类并不多，除了国企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，就是建筑行业、服务业、农业、养殖。地理环境是四面围绕着高山大河，导致基建难度是全国之最，所以没有一线城市的新型，也没啥工厂。这就是西藏小江南生活和工作的环境。那么西藏小江南之外呢？咱们从林芝向拉萨出发，再从拉萨到纳曲、日喀则和阿里，眼前景象的变化造成了震撼是更大的。海拔提升更上一个高度，高山上的树木在肉眼里越来越少。如果您是来旅行的还好，如果是来奋斗人生，想到在这个地方要待那么久，即便面对壮美的河山，心情也会沮丧一段时间。我有一位黑龙江的朋友，通过人才计划来到了日喀则江孜县的一个村，有人同他一批工作岗位安排到了定日县，也就是珠峰所在的位置。坐着车一路的颠簸，车窗外是人迹罕至，车窗内是流泪的小姑娘。能和林芝相媲美的地方，只有山南的几个县城，还有走马家乡日喀则的亚东、吉隆等边境几个县城。其余大部分地方，比如拉萨、日喀则、纳曲、阿里，海拔都超过3500米。更扎心的是，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地方生活，心脏和肺需要更多的氧气，时间长了，说不准高原病找上门。为心脏肥大，还有强烈的紫外线晒黑皮肤，从此和白玉无双的美貌说再见。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，有一次我们去喀则边境定结县，一路呢大部分都是无人区，也有检查站，还有邻近的一些村庄。是有一位警察叔叔，我以为他是藏族的，因为他比我们更黑了，用藏语跟他对话，然后他就给我来了一句请说普通话。这件事呢让我觉得既欢乐又心酸。如果您远离城市，到了县城下面的乡镇河村，面对漫山的牛羊，还有大风狂沙，内心的孤独感又会有多重呢？正因为艰苦的环境，让西藏的工资水平在全国是排名前列的。长期生活在西藏的确会减少寿命，患上高原病的几率也会增加。西藏将近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只有不到400万人，无论在青藏高原的哪，总要有人守护。几十年以来，咱们西藏的人均寿命从30多涨到70多，这是医疗铺开的结果，但目前仍是全国垫底。1年短，2年短，全国各地的医护年年支援，全国各地的园丁前仆后继，当知识在西藏萌芽开花结果，才能一直传承。咱们学成后，才能在家乡每个乡镇都有医护，每个牧区都有教师。很多朋友可能会说，咱们考试加分，但是如此艰难的教学条件，更需要好的教育资源。西藏的遥远超乎想象，有时候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开车需要1天。实际上，西藏比较缺医护和教师这两种职业，福利待遇高，买车买房不是梦。在全国努力下，西藏攻克了包虫病，人均寿命提高，到全国上学的越来越多。未来我们靠自己，小病不出县市，大病不出西藏。现在咱们努力学习，感谢全国的姐妹兄弟。西藏的收入水平是按类区来分的，比如说2类区、3类区、4类区，海拔越高，类区越高，收入水平就越高。林芝全部都是2类区，拉萨则是大部分海拔为4000米以下，日喀则大半都是3类区，海拔4000到4500米以内。阿里那曲有最多4类区，海拔4500米以上，所以林芝是整个西藏收入最低的地区之一。实际上，咱们西藏工资最高的不是公职人员，而是建筑工人，但所要付出的体力劳动更是一个台阶。感慨西藏的城市规模就是一砖一瓦扩起来的。不过，建筑工人并非1年4季都在工作，冬天西藏风大，降温后就会停工几个月。随后则是公职人员，以林芝为例，最低能拿到7000元左右，海拔越高，提升的薪水从1000到几千不等。服务人员的工资只有4000多元，销售和创业则需要看能力。西藏所有岗位的工资都和海拔类区相关，每年都有面对全国大学的人才计划到西藏的基层服务，一般就像我那位黑龙江的朋友到高海拔地区乡村，条件比较艰苦，工资最低大概能拿到13000元左右。假期方面，公职人员除了节假日和双休，每年都有1个月到2个月的年假。
如果需要回去外老家，还有6000到15000左右的包干路费。对于女孩来说，产假1年则是带薪，而服务业从业者们每个月大概有4天休息，一些酒店冬天也不营业，基本可以回去过年。西藏假期时长在全国也是排名前列的，不过这里是青藏高原，同时也是祖国边境，很多朋友虽然有假期，但也要留在岗位上。这里的每一位朋友都是建设西藏的英雄。其实呢，西藏地理环境最好的地方呢，就是藏南地区。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，目前被隔壁的阿富汗侵占。但是未来呢，国家收回藏南，那么海拔100米的地方能种上更多的粮食，高原病也会减少。藏南面积9万平方公里左右，相当于是2个半海南岛的陆地面积，或者说是2个多的瑞士那么大。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，藏南是属于林芝和山南2个地方的国土。由于隔壁有个非常不友好的邻居，西藏自古就是国家的边疆要塞，接近4000公里的边境线上，无数战士守护着咱们。如果您是一位热血少年，梦想参军，来西藏也比较适合。其实无需担心高原病，退休后定居区外依然长寿。如果您到成都逛一逛，能看到不少藏族老头和太太。西藏的岗位选择真的不多，除了我提到的以及少部分技术岗，没有多余。所以最适合到西藏的朋友，心里要想着为西部好，为自己好，也要考虑好是否能适应这里的环境呢？另外，为了自己的幸福，一定要带另一半同行，否则面对牛羊大风，一不小心打光棍。但在西藏也能遇到自己的幸福，需要一点毅力，一些好运。如果没有适合您的岗位，也欢迎前来西藏旅行。大美西藏欢迎您。林芝的人呢是西藏第2少，只比乌吉上的乌吉、阿里多那么一点点。看来各位朋友还是更在意高工资，而不愿意来林芝好气候中生活呀，哈哈。我爱中国，我爱林芝，我爱日喀则，我爱西藏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下期视频带大家去看一下西藏的消费数据。下期视频再见。如果有